Hello，大家好，我是三安伦。这集是我们2025名古屋的最后一集，不过也是2026的市区游导览影片。这集会带大家复习我们的行程、隧道介绍、地点、名城线以及龙城站3圈。如果已经看过前面系列影片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快转到 Lofto 后面的游记就是全新的。今天继续跟我们前往名古屋吧。这个系列有半年没有进行更新了，在此跟有追踪名古屋游记的朋友们说声抱歉，所以这集我会做着合集，所以让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前面几集的行程。同时这部影片我介绍到的所有行程，我也会做成一份 Google 地图懒人包，网址一样放在影片资讯栏。首先，由于我们是从大阪坐新干线前往名古屋，所以就没有机场的去程导览，但是回程就是从名古屋的中部国际机场搭乘新宇航空回台湾。有兴趣的朋友们，晚点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回程的机场导览影片。然后，如果想知道我们如何从大阪前往名古屋的朋友们，也可以等等来看第一集。虽然已经相隔了1年，但是搭车的方式还是一样。到了名古屋车站以后，我们先前往饭店。我们居住的饭店是锦威斯特饭店。如果有提早先来寄放行李的话，饭店也会先帮你送上来房间。现在走进来房间不大，洗手台是在房间里面，旁边是有做隔板，所以行李刷牙的时候不太会用到旁边的物品。可是如果地上有放置行李箱的话，走路上就要留意一下。这里卫浴跟厕所是分开来的，马桶是自动感应，卫浴则是按轮的最暗格局，可以泡澡也能单纯淋浴的设计。空间很大，家人们跟情侣们都可以一起洗澡。我们那时候入住一个晚上是1600元台币，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饭店的2楼是洗衣机跟烘衣机，看大家要洗的衣服数量，然后300元到500元日币不等。清洗的时候要设定一组4位数密码，然后如果衣服数量多的话，像我们这次洗2个人的量，洗一次衣服加烘干就要2个小时。接着这家饭店是位于九屋大通站，也是地铁名城线上的车站。名城线可以说是环状线的概念，目前看到只剩这一整条就是名城线。我们饭店在九屋大通，九屋大通这站除了是名城线，也是一通线。撞红色的一通线就可以往返名古屋车站，然后九屋大通到龙车站，中间还有地下街商场。然后继续往下坐到斯产地车站，也可以步行到帕鲁口百货公司，还有大须观音跟大须3圈。接着名城线再继续坐下去会到金山站，从这站就可以转车前往中部国际机场，并且也可以坐到热铁神宫。所以如果是对于都在市区游玩的朋友来说，住在名城线上的车站可以说是相当方便。从饭店走到唐吉诃德龙本店只要450公尺，再加唐吉诃德也是24小时。反观今天如果住在名古屋车站的话，要走个1公里才会有一家唐吉诃德。所以如果想要找大间的唐吉诃德，想要买完就能走回饭店的话，住在九屋大通跟龙这2个车站的话都很方便。
然后从饭店走到中部电影塔也很方便，中部电影塔的对面也就是哈比史龙本店。哈比史应该是甜点爱好者们都有听过的店家了，在东京跟大阪都有很多门市。然后再加哈比史龙本店，也就是总店还有串食店。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吃哈比史蛋糕的话，龙本店是一定要来朝圣的。然后在龙车站商圈这里还有一家绿洲21购物中心，绿洲21这里除了可以购物，也有一个很漂亮的观景台可以上去走走。然后在台吉诃德的对面闪现商场也有一家有毒巴西，是今年2026年才开始营业，从收宝物搬过来的。然后如果从台吉诃德龙本店再继续往下走，也会拿到三月百货还有肉斧头站的沙干楼法大楼跟旁边的石干鲁大楼是相通的。来这里可以同时逛 GU 大创 Book Off 还有 HMV 唱片行。再继续往南的话就是斯产地车站了，也就是趴路口百货还有三轮神社跟大须商圈了。附近也还有名古屋市科学馆。按伦这里介绍那么多，大家可能心里会有一个疑问，那我们再从九屋大通从景威斯特饭店沿路走下来到斯产地车站，中间还会经过台吉诃德跟龙车站商圈，还有好几家购物百货，这样我们倒是走了几公里。其实按伦告诉大家只有走了 1.1 公里。如果是以景威斯特饭店为起点走到斯产地车站的趴路口百货，只有 1.1 公里的距离。如果拿台北跟高雄来比较的话，就等于从台北车站的新光三越走到中山捷运站，高雄的美丽岛站走到高雄车站的距离一样，短短的 1.1 公里，中间又有很多地方可以逛，只能说真的很方便。接着是离饭店最近的车站出口是4号出口，虽然要爬楼梯，但是上来就有一家 7， 然后饭店楼下走个50公尺也有一家便利商店，也有一家有名的台湾拉面，不过按伦不吃辣，大家就来帮我吃吧。这家饭店如果要说到缺点，大概就是走往台吉诃德的这段路就是风俗街了。白天的店家都还没开，所以走在这里是没关系，等到晚上店家们陆续开了，这里大街上夜味就会比较重。但是只要进到饭店里面就闻不到了，如果有带小孩的家长们就自行考量要不要住这里咯。不过艾伦是觉得风俗街的店家只要觉得你是观光客，就不会对你进行拿客的行为。艾伦走在这里3个晚上，背一个后背包，加上手上都提着台吉诃德的袋子，都没有被拿客过。第一天我们先到饭店寄放好行李以后，下午先坐车到斯产地车站前往三轮神社。从斯产地车站走到三轮神社的途中，会先经过有名的味噌猪排斯产洞的本店。现在白天大阪城楼，我们晚上再回来。经过斯产洞的本店，我们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三轮神社。三轮神社这几年社请是一月兔子，神社祭奉大物主神，而兔子就是神明的使者，所以来到这里就会看到很多兔子，甚至连会马也是兔子造型。三轮神社这里也可以祈求结缘，所以如果你想要求爱情，也可以来这里。而追星族来这里也可以祈求跟偶像结缘，祈祷人常常抽到以及抢到演唱会的票。要许愿，然后摸它，你就会得到幸福。购买欲注意的事务所不能拍照，所以按伦就简单拍摄一下外面。如果你是很喜欢兔子的朋友，或者想跟偶像结缘的话，就记得来三轮神社一趟吧。小吉，再来我们继续前往大须商圈，这里按伦用 Google 地图来教大家慢慢走。首先我们从三轮神社走到新天地宫商店街，穿过西天地通商店街以后，我们会来到龟院里的万松寺，这里是织田家的菩提寺，也就是由织田信秀所介绍的家庙，也就是织田信长的父亲。但是这里是后期搬迁后的新地点，
最早是在名古屋城那附近，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参拜一下。去完万松寺，我们再往南走，我们就会来到大须招财猫雕像，也是一个必然拍照朝圣的点。拍完大须招财猫雕像以后，我们就沿着东仁丸门通，接到仁丸门通，走到大须观音。这一路上也都是商店街，那大家逛好逛满。大须观音这里的观音是日本三大观音之一，另外2座分别是东京浅草寺的浅草观音以及山口县金寺的金观音。来到大须观音，如果想要预注印的话，要到1楼旁边的这里走进去，就会看到事务所。然后从右侧这里就可以接回大须观音通商店街，从大须观音通商店街也是可以接回万松寺通商店街。所以大家如果按照按轮交的路线走，基本上刚逛的都有逛到啦。然后现在是晚上6点15分，我们走回来有名的味噌猪排生产洞的本店，刚好不用排队和幸运就能马上吃到，上餐的速度也很快，我们吃完也才7点10分。这里的招牌就是味噌猪排，上桌的时候会直接淋上味噌酱，如果不想吃味噌猪排，也有其他猪排可以选择。味噌猪排按轮是觉得还好，不过猪排倒是很厚，吃起来很满足。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来这家，我会尝试吃一般的猪排看看。吃完味噌猪排以后，我们就前往趴路口的宝可梦中心。这里的趴路口有分成4个馆，宝可梦中心是在东馆，不过我们要先走去趴路口西馆。在趴路口西馆的对面会有这家名古屋 Lilo 超商，在这个商场会有这样的商店，然后也会有大连锁店，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一下。然后现在看到的是趴路口西馆，左边还能看到有收百屋，也是百货公司。不过2026年有毒巴西已经结束营业，就是搬到前面说的农车站商圈。然后在收百屋的对面也有台吉诃德跟 Apple 专卖店，有兴趣的朋友们再安排时间来逛吧。从趴路口的西馆3楼可以通到东馆的3楼，东馆的3楼就有吉伊卡哇，走下去2楼就是宝可梦中心。
ちらを間違いないかご確認お願いし去完宝ます。可梦中心以后，我们就回饭店结束第一天的行程。接着，现在第二天，我们先拿到名古屋城，坐地铁到名古屋城车站，以后往7号出口走。不过从头到尾都要爬楼梯。这里上来会看到地图，我们照着地图走到东门。从7号出口出来以后，就能看到名古屋的英文地标 logo。接着我们沿着金湖横滨走，沿路上会有很多的餐饮店家。现在我们走到这里，向左转进去就能抵达东门的售票处。首先进来会先到东南角望楼，也就是以前的高塔，士兵们都会站在上面守卫。这里还会看到一座清正公石像，也就是加藤清正当年的储城名家，除了参与名古屋城的建造，也有参与熊本城的建造。这里的话就是本丸御殿，由于名古屋城的天守阁整修中，于是本丸御殿就成为了名古屋城的必访地标。晚点我们再回来。现在走到这里，右边是晚餐店，还有黑木书院。其实这两个地方也是本丸御殿的一部分，但是要人流控管的关系，所以本丸御殿分成两边参观。这里要脱鞋子，然后背包要背前面，人多的话也要在户外等待。首先进来会先看到这块区域，以前城主要见客人都会在这里见面，然后突然有坏人跑进来的话，这里也有暗门可以让城主逃出去。接着这里就是汤殿，也就是浴室的意思，仁川家康一家人都是在这里洗澡，这里就是很大的浴缸。逛完汤店跟书院以后，我们先来名古屋城拍照。由于天守阁还在整修，在这里不用用到很多参观时间。不过这里也有店家在卖五平饼，还有酸淇淋。酸淇淋是草莓炼乳的，还蛮好吃的。现在看到的是五平饼。简单来说，就是将米饭打碎，然后涂上味噌酱油燃烤，所以味很烫，要小心烫口。而且吃完这个也会粘牙，就是了。这个里面是什么？米呀。接着拍完名古屋城以后，我们回去本丸御殿。这里也要脱鞋子，还有背包要背前面。但是这里不一样的是，可以把背包寄放在柜台，然后再来寄放鞋子。然后这里钥匙要记得收好。本丸御殿是1615年建造，也是城主以前的住居。1945年1月空袭便烧毁，在2009年开始重建，2013年开放参观。这里看到的门上壁画全部都是日本重要的文化财，所以既然这里能近距离看到，也是很不错的事情。这里也会看到重建的时候使用的木头。这块木头是来自岩手县的澳洲市，也就是知名棒球选手大谷翔平的故乡，所以大谷翔平也有在木头上面签名。参观完本丸御殿，我们领取寄放的背包跟伴手礼，就走回名古屋城车站，前往乐田神宫。
现在抵达乐田神宫西车站，我们从2号出口出站，沿路上也都会有路标。我们从这里进去乐田神宫，乐田神宫便誉为日本3大神宫之一，其他2个分别是伊势神宫还有明治神宫。这里的主要祭神是乐田大神，也就是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所持的草之剑之神灵。现在我们来到冲绳签跟满玉手的地方，可是满玉手的地方禁止拍照。接着冲绳签是在外面的桌子上，这里的冲绳签方式是先抽号码以后再去付钱取签。解签呢？对啊，28号。来带着。现在旁边就能看到乐田神宫的主殿，但是由于主殿不能近距离拍摄，所以我们就拍一下外面这里，然后祭拜完就离开了。说到草之剑，这里其实还有一个草之馆，是可以看到很多宝刀名剑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们这次来刚好碰到凶馆，所以很可惜没看到。如果想要来参观草之馆的朋友，要先查一下官网凶馆资讯哦。现在离开乐田神宫，我们要去一家饮用去看网红书墙。我们是走到神宫前车站，搭乘名铁名古屋本线到龙生车站，从龙生车站走1公里可以抵达饮用。但是如果你是从东山线上的车站出发，坐到龟岛走过去会比较快。我们单纯就是不想转车，所以才从神宫前车站坐过来，车程也蛮快的，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龙生。这家饮用如果真的要逛，只有半天的时间真的是不够，所以我们就赶快上了鸟屋书店，攀个书墙就跑去觅食逛街了。这里的鸟屋书店由于是2层楼相通，所以特地在天花板打造了镜子，让书墙看起来很高，拍摄起来就会很壮观。但是楼梯中间是不能站在那里拍摄的，所以要一直上上下下楼梯，然后掌握快门时间拍照。看完书墙以后，接着我们就在应有觅食完，然后吃完饭就回饭店休息了。现在第3天早上，我们从九屋大通站出发，前往田县神社，坐到平安通车站转上饭田线，往上番田以及犬山的方向。接着单乘普通车坐到田县神社前车站，直接直达，不用转车。田县神社是一个有很多男生私密处的地方，按伦有另外做过一部影片介绍，但是由于会变黄标，所以在这部影片我就不放上来了，避免又变黄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下方留言的网址的哦。现在离开田县神社以后，走回车站，这里也没什么观光客会来，所以跟前面介绍的引诱一样，如果大家想避开观光客人潮，可以考虑前来这2个地方。现在我们回到龙车站3圈，我们来逛 Loft 跟不可欧府。前面有提到 Loft 是在玄干 Loft 大楼里面，然后跟石干鲁这栋也是相通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在这里迷路，要随时留意一下楼层表。这里的Loft从3楼开始总共有4层楼，也是很好逛。
这里的布考奥夫是 Super Plaza， 也就是非常大的门市。在这里除了卖书籍、CD、玩具公仔，还会卖服饰各杂货类，只能说来这里挖宝二手保护就对啦。现在晚上6点35分，我们来到中部电力塔。现在的名古屋虽然是4月，但是天黑的速度就已经很慢了，所以可以先来拍摄白天的样貌。等到晚一点，我们再来拍晚上的样貌。现在我们来到龙山圈的哈比斯龙本店，这家哈比斯也是全日本的第一家门市，所以南名古屋一定要来朝圣一下。然后生意很好，我们大概等了30分钟才有位置。这里的低消就是每个人一定要点1杯饮料，所以不能只点蛋糕来吃。站后位的时候，我们已经先想好要吃什么蛋糕了。今天我们吃千层可丽饼跟莓果蛋糕。上餐的速度很快，10分钟就上桌了。千层可丽饼蛋糕上层是煎好的可丽饼皮，单层水果堆叠出6层的蛋糕。水果大概有奇异果、草莓、香蕉，还有哈密瓜。莓果蛋糕是季节性的独家蛋糕，今天我们呢刚好吃到。这家楼本店推出的独家蛋糕会跟其他店的不一样，建议要来的朋友们出发前可以查一下哈比斯的官网。吃完哈比斯以后，我们走回来中部电力塔拍摄晚上的样貌，然后我们再去绿洲21。到这里的时候，由于准备打烊了，艾伦就没有去拍购物店家，直接选择上去观景台拍摄夜景。上来这里以后，可以走个一圈，看一下市区的夜景，也可以来近距离拍摄中部电力塔。拍完中部电力塔以后，我们就回饭店休息了。接着第4天，我们先来名古屋逛 S 柑橘甘蓝地下街。
在这条地下街也会有伴手礼店，还有 Uniqlo。这里的无印良品是无版店面，有机会在这里买到500日币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是这家虾味噌料理食堂，这里有名的就是超大的炸虾地食，不过我们没有吃最大的。我们点了2份炸大虾与里脊猪盘地食，1份地食有2只大虾跟2块猪里脊排，这样差不多600台币，还是吃得很满足的。我很努力的夹，就。好重哦，比你的脸还大。接着艾伦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发现这条地下街还有普渡喜油，也就是冲绳代表性的冰淇淋品牌。如果有去过冲绳想要回味的朋友，可以来这里重新回味一下。接着这里也会有一家私产冻的味噌猪排，看到这排队人潮，只能说我们前几天去私产町的本店，不用后味，预期真的很好。接着朝地下街的15出口上来，也会有冰看玛娜可以逛。这里6楼也有一番闪的观光店，我们在这里很幸运的抽到了海贼王的披萨。接着我们要前往石冈帕梅岭观景台，我们是走平面马路回去名古屋车站。到车站里面就找往樱通口的路标，从樱通口出来就可以看到石冈帕梅岭的观景台大楼。进来大楼以后，就顺着指标上去42楼。去年我们平日来的票价大人是1000元，目前2026年4月也都没有涨价，平日一样是1000，但是遇到假日的话，大人票价就会是1200元日币了。买好票以后，我们从42楼单层电扶梯上去46楼。
从46楼这里可以沿着斜坡步道慢慢走到44楼，然后如果再从44楼走上来，就会有走在空中步道的感觉，可以走在上面慢慢的欣赏风景。这里的角落也会有停钩座椅区，也可以躺在这里欣赏景色。这里算是半开放的空间，所以在这里是会吹到风的。现在虽然已经4月，但是名古屋的气候低温还是会低于20度，所以晚上这里风大就会感觉到寒冷。所以如果是4月或者冬天想要上来这里的朋友们，要记得多穿一点。现在第5天，我们从饭店退房，拖着行李就出发林口长华，坐着名城线到金山车站转车往中部国际机场。首先这里要先出站，然后顺着路标往名铁线的机场线走。现在抬头看到时刻表，准急列车就是停靠站多，不过如果要去林口长华站就只能坐准急，所以我们等要坐11点49分的准急列车。其他列车想直接坐到机场的话，像是 MuSky 这是最快速度列车，但是必须加购450元日币的特急券。再来是特急列车的话，第1号车厢跟第2号车厢为特别车厢，也是要另外加钱。可是如果乘坐其他车厢的话，就是不用再加钱。
我们现在要往3号跟4号月台，但是左边的电扶梯是扇形的，所以我们要再往前走一点会有电梯。本来我们想要去长华看户外的巨大招财猫，但是可惜的是下大雨，我们只能赶去应有逛街了。现在我们坐到宁空长环车站，步行一段路到应有。中途会有一段路没有屋檐，所以必须撑着雨伞拖着行李箱前往。但是走了一半以后会出现屋檐，所以接下来就可以不用淋雨了。现在我们要到应有，我们先来寄放行李。这里的置物柜大格的要付300元，旁边的小格子则是免费的，可以把背包放在里面。如果置物柜满的话，这里也会有资讯告诉你在哪里有置物柜，也可以顺着厕所指标，这里也会有置物柜。放完行李箱以后，我们就要看世界最大的完整的一只的招财猫。在旁边也会有在卖招财猫，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买一只回家，为自己招来满满的福气吧。接着我们来吃这家火锅吃到饱，这里吃到饱价格中午跟晚上不一样，价格算是很便宜，各种方案换算台币350元起跳就能吃到饱。但是如果想要吃牛肉，就要选择2500元日币以上的方案，然后也可以加价吃寿司以及加价饮料类无限享用。如果想吃黑毛和牛，价格当然就会比较贵一点。然后如果不想吃到饱，这里也有提供单点的方案，基本就是2盘肉，然后再加上蔬菜饭题。不过这个价格基本上也不用期待，一盘肉片会给很多，不过 CP 值还是算很高了。长华这里也是日本著名的陶瓷之乡，所以在银柚也会展示很多陶瓷家的作品，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满满的陶瓷文化。长华应有总共有2层楼，将近170个店家，好比大型购物中心的规模。
现在我们准备前往机场临空长湾这站，由于不是每班开往机场的列车都会停靠这站，像我们今天就要等30分钟才会有一班车前往机场，所以大家要前往机场的话，时间要抓好。现在我们抵达中部国际机场车站，下车以后大家可能会有种为什么旁边的路人都没有行李箱，都没有要坐飞机的感觉。那是因为中部国际机场这里也有一个爱知县国际展览馆，也就是举办演唱会或者展览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下错车站了。不过其实中部国际机场也是最后一站啦。艾伦这次是做星宇航空为台湾有关回程的详细机场导览影片，大家晚点可以前往观看一下。好啦，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对2025年名古屋游记的支持。那我们就8月东京的游记站见。